我们准备要出发了。今天我们走的时候呢，要把米洛带着，嘿嘿。因为今天这个景区是允许小狗进的，而且今天徒步的路可能会比较远一点，来回可能要个10几公里，我担心它会走不动，带着吧。看它这副激动的样子，它带了水，等等，我要给它喷一下。喷一下体外除虫，以免带着蜱虫回来。别动，别动。腿上有，其实这个腿好了，这样就不用担心它染上虫子。鞋穿一下。我和肉总徒步上去，他们坐小巴上去。因为徒步路上可以看到好多小巴能看到，但是不能停留的景点。哎，刚刷的鞋，又要徒步走脏的。我们这就带着米洛出发了，离开我们的营地，然后只有我跟军哥2个人。看从这边，按理来说应该是可以开车上去，但是这条路啊很窄，所以我们就徒步上去了。景区的停车平台大概有4公里左右吧。走了一段之后呢，雪山还是这个雪山，但是呢，远处那点小屋子就是图瓦新村，就是我们那天准备停车的位置。今天徒步的只有我跟肉总2个人，还有一条狗。继续向山顶进发，前边可能还有个几公里。满山的野花，米洛已经热得不行了。其实我们才走了1公里多一点，但是多少走着还是有点累。徒步去山顶。现在脱离了公路，因为看到这儿有一条好像是比较近的路，不用跟着公路走了，继续走。米洛喝点水，我先喝一口啊。给你喂完，我喝不成了。再喝点，再喝点，来，这点喝了，对。好了。拿你的手机啊？我手机。我们从小路过来之后啊，一直能看到整个的图瓦新村、老村，以及这边的喀纳斯湖的一角。哎，所以徒步的时候总会给你惊喜啊。我们很快就会到那个山顶去。啊，这边好美啊！照相。如果说北疆啊，想来北疆只选一个地方的话，那我觉得毫无疑问应该是喀纳斯。它这个喀
喀纳斯的湖怪啊让它一举成名，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科学家证明这边有湖怪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喀纳斯湖的很小的一个小角。这个湖上呢，很多人说看过这个白色的浪花啊什么的，那大多也只是我们目前眼前的这个小游船，还有也就是1米左右的这个大红鱼吧，或者是折罗龟。我们现在还有1000多节台阶等着我们爬，就在我们正前方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停车场这边休息一下。人家是坐小巴上来的，我仨是走路上来的。现在我们爬到一开始，这下边都有一个数字，你看150嘛，总共有1200节。我们什么时候看这数字变成1200，我们就到顶了。不过一路都可以看这个喀纳斯湖。慢点，米勒。我们现在爬到了1/3处吧，看楼梯上面是300多节了，已经。从这边就可以看到一小部分喀纳斯湖了。远处是雪山，这儿拍照的人还挺多的。现在呼哧带喘，这边海拔有2000米左右吧。我们已经爬到了第900节左右，已经可以看到大半的湖面了。我们停车驻车位在湖的这另外一头。现在中午，我们走出来大概1个多小时吧。不能结束，结束体能训练就记录没有了。第1000节。前面还有200节，我们就能到达最高处的观鱼台。上了这个上面之后，我就可以看到喀纳斯湖的全景。终于登上了这个1层，已经累得呼哧带喘。米洛好像已经不行了，等会儿给他喂点水吧，上去给他喂水。这就是喀纳斯湖的另外一边，我们停车的位置呢，就在正前方那堆草丛里。所以我们离这边还算是比较近的，他们认识路的可以把车直接开到这儿，就当地人，但是我们不行，不准我们进。对面还有个房子，那里边好像据说是卖西瓜、冷饮啊什么的，我们可以等会儿过去吃一下，继续前进上楼。进来之后呢，它这边有一个新建观于台记，就是这个台是为什么建起来的。最终我们终于登顶了，看从这个角度看就相当的美了。其实喀纳斯这个景区啊，它这个喀纳斯湖和其他的这个卧龙湾、月亮湾、神仙湾啊，它是分开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站这个亭子，它是属于后期新建的，但是这个亭子很早就有了。这个台子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曾经改过名，它之前叫什么来着？它之前叫观鱼亭。为什么后来改成观鱼台了呢？因为取一个谐音嘛，观运亭，就是当官的登在这上，就跟那个天涯海角一样，走到尽头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刚才上来的路上，它在第821节台阶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废弃的登山步道。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爬山的话，可以通过821节那个地方直接登到这个台子上来，不需要像我们从停车场走。我们换个角度再看一下另外一边吧。这亭子其实建得挺好的，中国有很多这样子亭子。这个呢建起来，刚才我问了一下，大概用了300多吨的物料吧，木头啊、钢筋这全部算起来，像从下边搬300多吨的东西上来，其实是很累的。中国这个亭啊，它有很多，以至于难以统计啊。但是像我们现在这个亭子啊，它是以景和山结合的亭子，大概有4类吧，就是因建筑与景色而赞赋的，像是西安的沈香亭、苏州的沧浪亭，然后不好意思，然后还有京城的卧龙亭，还有一些因名人典故出名的，然后杭州的放鹤亭、徐州龙山放鹤亭，然后还有因奇特闻名的，比如像是建筑引水取粮的自语亭，这种亭子在中国真是数不胜数。
米洛也算是登高过的狗了，自己爬上来的，我半路一下都没抱它，很厉害。我给它喂点水吧。